2010年5月13日晚上10點50分，騰讯微博上多了一个認證賬號。這賬號第一條微博是誇浙江麗水風景好，真的挺無聊啊。可就這麼條無聊到掉渣的玩意兒，底下也來了259條評論。因為博主是浙江省委組織部長，54歲的管全省官帽子的蔡奇。接下來4年，他發了9278條微博，一天要6條。一個管全省烏紗帽的正部級大員，把微博玩出了全職網紅的班味兒。他自稱蔡叔，認證欄寫着一名布爾什維克，標籤裡還掛着蘋果產品控。他粉絲後來突破1000萬，這個數據王局看了都得沉默3秒。蔡叔可不光發微博，人家是真辦事啊。有一位母親發微博訴苦，說自己27歲的兒子在國稅上班，不會喝酒，卻總被領導灌，問他咋辦。第二天晚上，蔡叔就回復了，告訴我你兒子在國稅哪個單位，今後可以不用喝酒了。嘿，部長下場，光速半截。他還把搞微博的心得寫成了一本書，叫《玻璃心》。說錯了，那是黃明志。他還把搞微博的心得寫成了一本書，叫《玻璃房》。第1章人就說了，政府官員不應當保持神秘感，要習慣在玻璃房裡工作，接受人民的檢視。2012年，他去台灣考察，還在微博上坦率地誇台灣便利店高效。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接任總書記1年多。他發了最後一條微博，說自己正在追《紙牌屋》第2季，跟奧巴馬同步，然後就停更了。停更後的第2個月，蔡叔就進京了。今天，這個曾經全中國最願意被看見的官員，坐進了這個國家最不透明的一間屋子——中共中央辦公廳。他當了中辦主任，成了平平的大秘。今年4月30日，《經濟學人》發文，標題是蔡奇可能是中國的第2號人物。1星期後，外交政策登出一篇針鋒相對的反駁。看標題，明顯是衝着《經濟學人》去的。誰是習近平真正的2號人物？習近平不願把這份權力交給任何人。好家伙，英語世界最有分量的2本政論刊物，居然為了蔡奇的排名撕了起來。其實啊，兩邊都在猜蔡奇手裡到底攥了多少權力。狗剩今天先把這個話題倒過來，不算他拿到了什麼，咱說說一個人到底要交出什麼才配被允許坐進那間屋子。大家好，我是愛衝塔的張狗剩，咱們這就開始。那中辦到底是幹啥的？先說文件啊，全黨最高等級的公文都從這裡中轉。那中共咋批文件呢？根據2012年中辦和國辦聯合印發過一份黨政機關公文處理工作條例，第22條內容，簽發人簽發公文，圈閱或者簽名的，視為同意。在正式的簽發流轉線上，一個圈就能讓一份文件生效。可哪份文件能上這條線？先送誰後送誰？今天送還是壓3天？經手的都是他們。他還管會議，政治局什麼時候開會，通知誰來。經辦的是他們秘書局下面一個處，他們也還管通信，就是高級幹部桌上那部獨立於民用網絡的保密電話，俗稱紅機。英國記者馬利德在《黨》這本書裡寫過，全中國有資格在桌上擺一部紅機的只有300來人。這套電話從架設到維修全歸中辦，他又管檔案，裡面存着所有領導的全部底牌。他名下還長期掛着中央警衛局，管最高領導人的安全，連體檢血壓都在業務範圍裡。哇哦，你是不是覺得這不就是全中國權力最大的衙門？但這裡有個關鍵區分啊，上面這一大串什麼文件啊、會議啊、通信、檔案、警衛啥的，全是經手權，不是決定權。文件是他遞，可圈是領導畫的，會是他排的，可會開不開是領導定的，槍歸他聯繫調度，可指向哪兒不由他定。這叫程序權，決定這把椅子有多大能量的是領導的授權，領導放多少手給他，他的權就能被放大多少。領導抓的細，中辦主任就是個高級傳達員，領導一撒手，他瞬間化身活的魏忠賢。這條路100年前出過一個世界級案例，蘇共有個管文件、管幹部名冊的秘書崗位，被一個格魯吉亞人接了下來。就靠這些，這家伙幾年之內把整個黨吞進了肚子。列寧臨終的遺囑專門警告大夥，此人已經掌握了無限的權力，好怕怕，建議同志們把他調開。可沒人當回事，這個人就是斯大林。1958年11月起，中辦機要室開始在毛澤東的重要談話場合安排錄音，提議的人是機要秘書葉子龍，他倒沒啥壞心思，只想把領袖的原話一字不漏存下來，將來修黨使用。1961年春天，老毛坐專列南下，有一天老毛跟一位服務員小姐姐談完話，小姐姐前腳出門，後腳就被另一個工作人員得意洋洋地告知，嘿嘿，你倆剛才聊了啥？
我全知道了。”還亮了亮錄音設備。接着這話捅到老毛那兒，他很生氣，在他的世界裡，這不就是赤裸裸的竊聽啊？於是沒幾天，正在河北保定調研的中辦主任杨尚昆就接到副手從北京打來的急電，讓他第二天趕回去。根据杨尚昆日記裡記錄，他當晚寫下腦子中很亂，整夜沒睡好。他回來後向周恩来匯報完，日記裡又寫了心情不安，坐臥不寧。當時老毛的秘書田家英就對杨尚昆說了，如果主席狠狠罵你一頓，這事就过去了，他要是輕輕地敷衍你，問題才大了。後來的事被他全說中了，因為當時第一次處理確實輕，葉子龍就背了個黨紀處分，中央發文禁止擅自錄音，事情表面看着翻篇了。可1965年，杨尚昆被調離中辦，轉年文革来了，這樁錄音被重新翻出來，罪名升級成盜竊黨的機密了。中辦還被扣上彭羅陆楊反黨集团黑窩子的帽子。杨尚昆從1966年起被監護審查，這一關就是12年，直到80年才平反。楊尚昆好歹等到了這一天，當年那位勸他的田家英可沒等到。田家英從小父母雙亡，在藥鋪當學徒，靠字典自學，硬啃完《史記》《資治通鑑》啥的，13歲就能發文章了，人們都說他是神童。26歲他就進中南海給毛澤東當了秘書，一幹就是18年。老毛的私章、書信、稿費全從他手裡過。你在課本裡背過的那句8大開幕詞“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就是他寫的。1965年12月，田家英整理老毛的一份談話記錄時，裡面有這麼一句：“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田家英落筆時把這句刪了，在他的理解裡，這話跑了題，刪掉是替主席把文字關。可在這套系統的邏輯裡，這簡直是僭越啊！秘書的本分是照抄，不是編輯。你刪掉的不光是一句話，是最高的意志。第二年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帶着2個人上門，宣布中央決定：田家英，你犯了錯誤，你的工作文件，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得全部移交，停職反省，搬出中南海。當天夜裡，田家英對老婆說：“中央是把我當成敵我矛盾了。”第二天上午，田家英支開了身邊的工作人員，獨自在永福堂等人們再進永福堂時，藏書室的門從裡面反鎖，人們翻窗進去，看見田家英懸在2排書櫃中間，自縊了。即便這樣，他的遺書裡還留了一句：“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楊尚昆因為幾盤錄音帶被監護審查12年，田家英因為刪掉一句話，在藏書室裡懸梁，一個以為自己在忠實記錄，一個以為自己在替主把關，可他們都忘了，秘書只能是工具。76年9月9日，毛澤東沒了，4人幫自認為自己也有繼承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他們手裡有宣傳機器，有上海的民兵，有政治局的席位，他們天天盯着中南海，恨不得立馬把中办的文件、毛主席的手稿全搶到自己手裡。可他們漏算了那個天天給他们送文件、排日程、接電話、派警衛的中辦。那時中辦已經不再保持中立了，當時執掌這個大衙門的是中辦主任汪東興，4人幫的日常起居全跑在他的系統上。貼身警衛是中央警衛團派的，住所、司機，就連桌上那部紅機全是中办管理。當然光靠一個大秘書可不敢把政治局常委給辦了。汪東興背後是華國鋒和葉劍英，動手的決定是華國鋒、葉劍英這些人醞釀出來的，中辦汪東興負責執行。10月2號、3號連着2個後半夜，汪東興關起門，跟幾個心腹把抓捕方案敲死。布置時有人問，那幾位的隨身警衛都帶槍，萬一開槍怎麼辦？汪東興底氣十足，說有人開槍就往死裡打。這底氣是中辦的特權，更是身後整個軍隊元老派的默許。10月6日下午3點，中辦利用最日常的程序發出了一份普通的會議通知。晚8點，懷仁堂，政治局常委開會，議題是審定毛澤東選集第5卷清樣，研究毛主席紀念堂方案。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按例根本沒資格出席常委會。為了把他一併請進埋伏圈，還不引人起疑，中辦利用他主管宣傳、負責編輯毛澤東手稿的身份，在通知裡專門給他定制了一個理由，需要他到場協助改動毛主席的文稿。晚上7點55分，王洪文第一個踏進懷仁堂，穿軍裝便裝，藏青西褲，皮鞋擦得锃亮，手裡提着文件包。剛一進門，身後的門砰地關死，埋伏的警衛瞬間衝出。王洪文反抗，大喊：“你們幹什麼？”但他被死死按倒。3分鐘後，張春橋步入正廳，灰色中山裝，
腋下的文件包鼓鼓囊囊，還沒反應過來，就被反剪雙手徹底控制。8點25分，姚文元趕到，被直接引进走廊的休息室。聽完隔離審查的決定，他面色如土，只低頭說：“走吧。”同時，另一隊人馬已經進了江青的住處，向他宣读了同样的決定。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女人聽完懵了，問了一句：“能不能再念一遍？”8點半，中南海里的行动就結束了。华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坐下來喝龍井，工作人員遞上熱毛巾。改變這個國家只花了35分鐘。這個晚上，沒有野戰軍，沒有坦克，沒有一槍一彈，抓人的是警衛團，中辦的下屬，下套的是會議通知，中辦的職能，選場地的是日程安排，也是中办業務。四人幫就這麼沒了。懷仁堂抓人的35分鐘，很快給中辦主任汪東興換來了天大的回饋。1977年的11屆一中全會，這個警衛員出身的大秘書直接當上了黨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全党排第5，對他來說可以說是把天花板都給捅穿了。可赏錢拿到手，一個要命的死劫也来了。抓四人幫是一錘子買賣，往後漫長的歲月里，他一沒戰功，二沒資歷，憑啥讓全黨服他？憑什麼坐穩這第5把交椅？這就引出了元老們後來為啥非要收拾他的原因了。汪東興為了保住自己的权，和老同志們对着幹。他心裡清楚，自己所有的权力都来自老毛，所以他的保全絕招就是死死抱住毛泽東這塊神主牌不放。他成了2個凡事最死硬的推手，咬死只要是老毛定下的事，一個字都不能改。可当時剛從文革9死1生熬過來的鄧小平和陳雲這些開國元勳們，急着平反冤假錯案，急着復出。老帥們每往前走一步，汪東興就利用中辦主任把控中央文件流轉的特權，在中間卡一下。元老们寫信呼籲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他直接把信壓在抽屜裡不發。外面發文章呼籲思想解放，他大發雷霆，質問憑什麼不經過他中辦的同意。在汪東興眼裡，全黨的文件都得從我桌上過，只要沒蓋上我中辦的大印，你們這些打天下的老家伙說啥都不算數。一個靠站崗放哨、端茶倒水起家的秘書，居然妄想靠卡文件流程騎在開國元老們頭上，你說元老們能不辦他嗎？既然非辦不可，那這幫老謀深算的政治家是怎麼收拾他的呢？其實也沒啥，他們收拾汪東興就是降維打擊。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換了打法，他深知交上去的書面報告肯定又會被汪東興偷偷壓下，於是乾脆連正式講稿都不帶，只拿了一本舊台曆，在台曆紙的背面隨手寫了幾個要點。在分組會上，陳雲當着所有高級幹部的面直接開炮，公開要求為彭德懷等人平反，最後更是當眾將了汪東興一軍，強硬撂下一句話：我今天的發言必須一字不落登在簡報上。這一招直接把汪東興逼上了絕路，幾百雙眼睛盯着，大家親耳聽着，你中辦再是一手遮天，也不敢當眾把這份公開講話給抹了。陳雲的話一見報，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元老們瞬間響應，很快全線開火響應，針對汪東興的點名批評鋪天蓋地。汪東興一直以為控制了機密文件就控制了全黨，結果他輸給了一張台曆的背面。在3中全會前後，元老們先是沒收了他手裡所有帶實權的關鍵鑰匙，剝奪了他中辦主任和中央警衛局局長的位子，把他晾成了一個光桿司令。等了14個月後，也就是1980年的5中全會，他也知道自己大勢已去，就主動辭職了。中央也就順理成章地批准他辭去黨的副主席職務了。之後也沒有暴力抓捕，沒有嚴酷審判，讓他平平安安在北京的院子裡活到了100歲。可官方對他這惹是生非的3年只字不提，最後生平只給了一句意味深長的嚴守黨的秘密。從他出局之後，每一個接手中辦的人都躲不開同一道生死考題：既然你是替主任看門的，那你拿什麼東西押給他，才能換取他的絕對信任呢？之後30年，這道題收到了3份截然不同的答卷。第一位曾慶紅，他給老板的是人脈。1989年，江澤民從上海空降進京接任總書記，在盤根錯節的北京城裡可是兩眼一摸黑啊。隨身帶的參謀只有曾慶紅。江澤民有位置沒根基，而曾慶紅則是開國內務部長曾山的兒子，亮閃閃的紅2代，有根基沒位置，一個借對方的血統進元老的圈子，一個借對方的位置往上走。曾慶紅93年出任中辦主任，99年轉任中組部長，抓幹部任免。2002年16大自己坐進常委，兼任書記處排第1的書記，年底又兼了中央黨校校長。中辦、中組部、黨校、黨務3大件，一個人先後拿全了。之後他操盤了16大，也就是胡錦濤那一屆的整套人事。第二位溫家寶，
1986年，他接過中辦這把鑰匙，好多人感覺1989年他本該跟着趙紫陽一起玩完。在那張傳遍世界的歷史照片裡，他面色凝重，他站在手持扩音器的趙紫陽身後，很多人至今以為那是他的政治戰隊，其實事實恰恰相反。他去廣場不是背叛中央，是中央定的。1989年5月19日凌晨，趙紫陽執意要下廣場看望學生。作為中辦主任的溫家寶，第一時間把動向通報給了李鵬和中央值班室。李鵬在日記裡寫道，他在電話裡告訴溫家寶，從組織程序和安全考慮，由溫家寶隨同前往。所以溫家寶陪總書記下廣場，是履行中辦主任陪同最高領導人的法定組織程序。他是帶着中央的備案和任務去的，標準的公事公辦。風暴過後，面對嚴厲的政治審查，溫家寶非但沒倒，反而歷經3任總書記，幹滿2屆總理，成了至今唯一一個從中辦主任走到國務院總理的人。第3位，令計劃，他想做交易，然後玩砸了。2012年3月18日凌晨4點，北京保福寺橋，一輛黑色法拉利粉碎性撞毀，車上3人被甩出車外，1名男子當場死亡，2名女子重傷，死者24岁，名叫令谷，他的父親就是时任中办主任，我們老朋友令計劃。為了掩蓋醜聞，令計劃當晚私自調了中央警衛局的人封鎖現場，法拉利3個字一度成了全網搜不出結果的詞。第2天，他竟然淡定地出現在會場。後面據財新調查，他跟周永康達成了某種合作，還拿周永康小弟中石油蔣潔敏的錢匯進2名傷者家屬的賬戶，買了沉默。這在任何權力系統裡都是死罪，因為他做了最高領導人絕對不能容忍的事。替我看大門的人居然敢瞞着我，動用我的禁軍，甚至拿他做政治交易。令計劃越界了，他以為自己握住了權力的實體，但他不知道，在這個國家的另一間辦公室裡，有一個人早就把他和這套系統致命缺陷看得一清二楚。大家想過沒有，保福寺橋的那場車禍給那會兒即將接班的平平帶來了多大的心理陰影？你馬上要登基了，但你猛然發現，那個每天給你排日程、送文件、站在你臥室門外的大內總管，私下裡居然能越過你調動最核心的御林軍，甚至拿你的家底去跟別人歃血為盟。在古典宮鬥劇裡，這叫內臣作亂，肘腋之患。這把刀已經架在了新軍的脖子上。那問題來了，平平為什麼能一眼看透中辦的命門，並且在上位前後用老辣的手段把這個全中國权力最大的衙門給徹底解構了？答案就在40多年前的一間机要辦公室裡。1979年春天，中央軍委秘書長耿彪的辦公室裡多了一個剛從清華畢業的年輕人習近平。他穿軍裝，給了他副連級，幹的是機要秘書。耿彪有個鐵律，核心機密絕不許落紙，幾百個絕密宏基號碼必須全裝在腦子裡。據耿彪傳記載，這個年輕人偶爾也會作弊，把背不下來的號碼抄在小紙條上，塞進兜裡。耿彪的小女兒後來回憶說，別人一進中央大內，就像劉姥姥進大觀園，戰戰兢兢，但他不會，他對這套吃人的權力系統太熟了。很多人忽略了時間線上的一個致命巧合，平平在那間屋子裡收發最高機密的時候，一牆之隔的大院裡正在上演建國後最驚心動魄的宮鬥。那個親手抓捕4人幫、权傾朝野的中辦主任汪東興，正被一群開國老帥死死按在地板上摩擦，最後黯然交出所有權力。20多歲的平平就站在权力金字塔的塔基，親眼見證了這把大秘的椅子能把天花板捅得多高，也親眼看到了當一個大秘試圖用手裡的權力去要挾真正的政治家時會怎麼做。所以30年後，當平平終於接過玉玺，面對令計劃留下的一地狼藉時，開始了整肅。2012年7月，離18大正式接班還有4個月，平平在胡錦濤的支持下先動手了。他們把遠在貴州的省委書記栗戰書火速調進了北京，直接卡位中辦常務副主任。80年代，平平在河北正定當縣委書記時，栗戰書是隔壁無極縣的書記，2人是經常在一個桌上喝酒的鐵哥們兒。老皇帝還沒退位，新皇還沒登基，新皇的貼身護衛就已經提前一腳踹開了南書房的大門，跟令計劃辦公桌對辦公桌，盯住了他的手腕，門搶下來了。可屋子裡全是令計劃經營了14年的舊部，怎麼排雷？平平親自下場敲打。2014年上半年，他一間屋一間屋的走，電信局、警衛局、機要局、秘書局，1天之內突擊查抄家底。座談会上，他沒講業務，只給中辦定下了5個堅持，排第一的就是4個字：絕對忠誠。隨後，栗戰書在內部刊物發了一篇16000字的長文，長文裡有人數過，
裡面忠誠這個詞出現了整整55次。這是一場拿着刀架在脖子上的服從性測試。他告訴中办的人，這裡只能有一個主人。2013年5月，平平把在上海給自己當過短短7個月大秘的丁薛祥調進京，加冕總書記辦公室主任。咱對比一下江時代的曾慶紅，曾慶紅當大秘壓的是人脈，是我有你沒有的红二代資源，兩人是合夥人關係。但丁薛祥就不同了，他在体制內毫無根基，沒有任何屬於自己的山頭，他壓的是政治真空。我除了你一無所有。在权力的安全感測試裡，平平需要的大秘不能是有想法的政治家，只能是一盏无影燈下的影子。你交出完整的自我，主子保你荣华富貴。平平知道，過去的中办主任之所以能变成活的魏忠贤，是因為他手裡同時攥着2樣東西：外朝的政令和內廷的禁军。於是他玩了一把神乎其技的制度手術。一方面，他成立深改、国安、財經等一大批最高級別的委員會，把國務院的實權抽乾，搬進中南海內廷。這些委員會的常設辦公室全部掛靠中辦，這就像雍正設立軍機處，把大清內閣徹底架空。此時的中辦行政調度權膨脹到了歷史的極值。2016年軍改，他下達指令，把歷史上一直掛在中辦名下的中央警衛局直接劃歸軍委聯合參謀部，最高領導人的貼身保鏢改由軍委，也就是他本人直接挑人指揮鏈條越过中办。筆和槍從1948年建制起就攥在中辦主任這一支的手裡，現在皇帝把保命的槍單獨抽出來攥在了自己手裡，再也不會交給任何一個身邊人獨管。你想重演懷仁堂抓人，對不起，你連一兵一卒都調不動了。現在中辦變成了一個恐怖的存在，他的行政權力大到了可以碾壓6部，但他的獨立武裝和造反能力被徹底閹割。於是這種龐大的機器需要一種全新的物種來駕駛。這個人不需要有軍方背景，不需要通天人脈，更不允許有一絲一毫個人的政治野心。這個位置現在只在乎一種特質：誰能把自我抹殺得最乾淨，誰能像一台沒有感情的推土機一樣去死心塌地執行最高意志。他不僅要交出權力，他還要徹底交出自己。平平環顧四周，目光鎖定在了歷屆忠誠測試的最高分保持者身上。這個人上一回在全網聞名的時候，網友們還親切地叫他蔡叔。蔡奇是55年的福建人，17歲下鄉當知青。他的仕途起點在秘書食物鏈的最底端。1983年進福建省委办公廳，87年被挑中給省委書記當秘書，後來去了浙江，主政過衢州、台州。2002年開始，浙江省委書記就是我們的平平了。蔡叔人生最魔幻的一段就是開頭那4年了，一個粉絲千萬，幫網友的兒子擋酒，勸官員住進玻璃房的組織部長，這擱在任何一個正常政治體裡都是教科書級的民選政治家苗子啊。2014年3月，他奉調進京，進的是剛成立的國安委辦公室。之後整整2年，他從公開視野裡消失了，直到有媒體從新聞聯播的畫面裡認出他。他坐在陈曦、劉鶴那一排，那個會回復一位普通母親的蔡叔，從此就再沒出現過了。再往後的蔡奇，你們都認識了。2016年空降北京當老大，1年之內從代市長幹到市委書記。19大上，他以非中央委員的身份直接跳進政治局，簡直坐直升機一樣的速度。北京這幾年，他交了很多投名狀，讓市级機關遷通州、煤改气治霧霾，頂着疫情辦完冬奧。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興，一場大火燒死19個人，隨後全城清退外來務工人員，寒冬裡限期搬離，低端人口4個字震動全國，全國罵聲一片。可他就是干頂着這一切，完成老板的任務。據一段內部講話，他的原話是：就是要刺刀見紅。2020年，任志強罵了平平，北京抓了任志強。同一年，總理李克強力推地摊經濟，北京官媒連發文章硬頂回去，說北京不適合地攤經濟。小米汽車在北京拿地拿資質一路綠燈，也是因為他的力挺。雷軍後來成了新一代民企樣板，打誰護誰，全看上面要什麼。曾慶紅壓人脈，我有你沒有的資源。丁薛祥說，我除了你沒有別人。蔡奇交出的東西更徹底，他證明了自己可以不再需要一個公開的自己，個性、粉絲、公眾形象，一個真實存在過的社會人格可以全部清零，只保留執行功能。然後蔡叔的帽子就開始一頂一頂往他頭上落了。2023年3月，新任中辦主任揭曉了，蔡奇當選。他可是一個政治局常委啊，你讓他來管文件和日程。消息一出，觀察家集體愣住了。
過去幾十年，這把椅子上坐的最高不過政治局委員，上一次由常委坐这把椅子，還是1977年的汪東興呢，就是懷仁堂之夜那位執行總管。之後呢，帽子就接連給到他，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書記、國安委副主席、黨建口、宣傳網信口都歸他管了。今年5月，習特會歡迎儀式上，習近平第一個介紹給特朗普的就是他。66歲進常委，70歲還在收帽子。然後今年6月5日，蔡奇接任中央黨校校長。這麼一條消息讓海外政論圈炸了鍋。你可能覺得黨校嘛，不就是幹部去鍍金、上課打瞌睡的地方？中央黨校還真不是，它是全黨高級幹部的總熔爐。王牌項目叫中青年幹部培訓班，簡稱中青班。學員名單由中組部敲定，還派聯絡員跟班考核。學員裡日後走上省部級的佔相當大的比例。他是儲備幹部的政審車間，加大考場，而校長就是那個守着考場收卷子的人。過去30幾年做過黨校校長的有胡錦濤，有曾慶紅，有習近平。胡錦濤的劇本最典型了。1981年，他還是甘肅一個副廳級幹部，被選進中青班當學員。12年後，他當上這所學校的校長，最後是最高領導人。2022年，陳希退出中央委員會，按理該回家養老了吧？結果他用普通黨員身份繼續掌校近4年，這個位置重要到寧可破壞規格，也只肯交給絕對放心的人。而今年的交接快得很，零鋪墊，零解釋。72歲的陳希落幕，70歲的蔡奇接棒。為什麼偏偏是現在？紐約時報有個統計，要是嚴格按年齡慣例辦，現任200名左右的中央委員，明年得有超過2/3退下中樞，整個高層向60後一代整體換班，也就是明年是幾十年一遇的大規模權力重新發牌的一年，而每一張想上桌的新牌都得過3道關。名單的審議在書記處過，蔡奇是排名第1的書記；幹部的儲備考核在中青班過，蔡奇是校長；材料最終送上最高層案頭的那條通道歸中辦管，蔡奇是主任。開頭說了，經濟學人的論據是蔡奇名義排第5，實際同時握着中辦、書記處，外加宣傳、網信和國安。這種職權組合，黨史上幾乎找不到先例。文章還引了一位美國智庫學者的話，他說：“每當有人問，假如習近平明天突然消失，又沒安排，誰來主持局面？蔡奇似乎就是那個顯而易見的答案。”文章結尾還有一句：“助手和顧問可以輕易更換，信任不能。”1周後，學者鄧玉文在外交政策上反駁了：“要是習近平突然消失，按慣例代理主持全局的是總理李強，不是蔡奇。在國安委、生改委這些平台上，李強的排名也在蔡奇前面。管人事的正印官是中組部長，軍隊、紀委沒有一樣歸蔡。他還給真2號下了個古典標準定義：歷史上的權臣能一人之下，靠的不是離皇帝近，而是壟斷皇帝與外界的唯一通道。別人見不着皇帝，奏折到不了御前，蔡奇可辦不到。鄧玉文給他的定位是向最高權力的傳動軸，不是第2個圓心。制度上不允許2號存在。鄧玉文對，但物理上永遠肯定有一個人站得離權力最近。可兩邊共同漏掉了一個變量：平時權力被拆碎分裝，誰也湊不齊整套。可權力真空出現的那一瞬呢？那時候誰確認消息？誰決定什麼時候發布？誰召集第1次會議？通知哪些人到場？誰控制最高領導人身邊的信息和空間？這些平時不起眼的程序，會在那一秒突然升職。這就是危機權力。它當然不會自動變成最高權力，但它決定誰先進屋，誰先看到文件，誰先能以中央的名義開口。那明年21大，蔡奇他自己怎麼辦？前面擺着3扇門，第1扇張又俠模式，規矩直接為你改。2022年20大，72歲的他破例留任軍委副主席，真給他留权。當然你知道的，張又俠後來栽了，破例留任也不等於長期保險。2022年为你破例，2026年就能办你。第2扇陈希模式，名分全交，但是实权還給你。第3扇王岐山模式，2018年轉任國家副主席，看着風光啊，實際就是體面離場。幾年後連虛銜也卸了。很多分析都預測蔡奇的下一站可能是國家副主席，按門牌那是第3扇了。可要是副主席身上還掛着黨內要職，第3扇就是第1扇的馬甲。真正該盯的不是頭銜，是2027年之後中辦、書記處、黨校還在不在他手上。70多歲蔡奇當儲君不可能了，70多歲的看門人是一個更好的設計。至於他自己的結局，3扇門都開着，只是選門的那隻手不長在他自己身上。公元前210年沙丘，
秦始皇死在巡遊的路上，掌管符玺和诏書的中车府令趙高扣下遗诏，找到丞相李斯摊牌。《史记·李斯列傳》寫道：“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立誰當太子，就在你我一張嘴。”隨後，一封偽造的詔書發往北方，長子扶蘇自盡，帝國換了繼承人。2200年過去，制度、組織、技術全變了。歷史不一定會簡單重複，但那個問題從來沒有消失。當最高權力突然沉默，誰確認消息？誰召集第一次會議？誰決定第一份文件怎麼寫？誰第一個走進那間屋子？這套制度不允許2號存在，可物理上永遠有一個人站得離權力最近。在某個特殊事件發生時，他可能就是那個決定歷史走向最關鍵的人。蔡奇把那個叫蔡叔的人連同9200多條微博刪了個乾淨。他寫過一本書，勸官員走進玻璃房，習慣被所有人看見。蔡奇那本書第1章的標題就叫公開。12年後，他本人住進了這個國家最不透明的一間屋子。這份工作會把最重要的任務交給最忠誠的人，但前提是要求你变成一個要交付所有，不再需要被看見的人。好了，我是张狗剩，願你這一輩子都不必靠刪掉自己的信仰去換一點權利。這句話也獻給我自己。咱們下期見。